我朋友有个小孩，听说非常厉害，小学1年级就通过了英国剑桥英检 KET，2年级又通过了 PET， 准备呢要在3年级考 FCE， 也就是相当于要有全民英检中高级的实力了。而且他还9岁3个月就拿到了 ITS 的国际证照，也就是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Specialist。某些科技大学或是私立相关科系都会将 ITS 列为学生毕业所需要的中高阶证照，但他可能创下台湾史上最小拿下 ITS 记录的人。不过呢，这位小朋友有一些困扰。打呼声实在太大声了。不过小孩子打呼除了很吵之外，会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边要来访问一下这方面的专家，西园医院的施纯文医师。大家好，我是耳鼻喉科施纯文医师。爸爸妈妈如果注意到小朋友睡觉时打呼、鼻塞、张口呼吸，白天学习不好，无法专心学习，可能就是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哦。这可能会使小朋友生长慢、长不高，影响成绩，面相变差。长期下来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会透过影像评估去看一下小朋友有没有气道阻塞，必要时会安排睡眠检查，去评估他的呼吸中止的状况、缺氧，还有他打呼的情形。扁桃腺腺样体肥大是最常见的原因，这些淋巴组织在移除后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哦。透过微创手术，还有进步的止血剂，可以去精准的移除我们的肥大的组织，并且去大幅降低我们的出血量，以缩短麻醉的时间。术后小朋友的呼吸通畅、睡眠品质和精神提升，就能拥有更健康的成长和学习喽。既然扁样体肥大这么多坏处，那今天 Melissa 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啊。Melissa， 这是跟他爸爸一起吗？来，我看一下。嗨，这是 Melissa 的爸爸吗？对。哦，你好，那我是你好。施医师你怎么来这里？你一个医师还要亲自带病人看病啊？小朋友。哦，这是小朋友。所以等一下施医师就要帮自己的宝贝女儿开刀啊？对，没错。好。那Melissa会不会怕？我一开始听到开刀，其实也是会有点怕的。听到我爸爸都自己帮我开刀的话，我就比较放心。我相信施医师一定可以对这个刀很有信心的，对不对？没错，就非常常开的手术啊。OK， 都在手术的。好，没问题。那既然如此的话，听说这个西园医院的这个永悦病院，这个环境非常优美又很舒服，那可以带我去看看吗？好，没问题，来吧。哇，这边就是单人病房了。我这边还有2张大床，那这样子陪小朋友的话，爸爸妈妈在这边也可以边休息，然后也蛮舒服的样子。对啊，我也觉得这里待起来很舒服，像在住饭店一样，虽然这不是饭店。没关系。好，那刚才病房稍微看完了，那施医师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是我们术前的话，小朋友跟家长需要注意的事情吗？在术前的1个礼拜啊，就是小朋友不可以吃一些补品活络血循的一些饮食。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手术前需要做一些术前的评估，像是抽血检查，看他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那在手术当天的晚上呢，我们12点后就不能吃东西跟喝水喽。这样的话可以避免麻醉的时候有一些呛到的问题，可以带一些他们喜欢的玩具啊、小的童书去陪伴他，让他可以有稳定的心情，可以去面对这个手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小朋友非常的顺利。那术后的话还可以加上一些冰敷袋啊，或者是一些冰块。那这个护理人员都会做一些指导跟卫教的，这个不用担心。原来如此。好的，现在时间差不多啦，我们准备要前往开刀房喽。Melissa加油，你今天一定会顺利的。我也相信我爸爸帮我开刀一定也会很顺利的。我们现在Melissa已经开刀完了，他现在休息。那我们等一下跟他讲话。施医师 ，Hello。那我们从出去到回来的话，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的传统的扁桃腺腺样体的切除手术可能要1个半小时到2小时。好久。那这次的话，帮Melissa处理还蛮快的，蛮顺利的，在1个小时左右。对，传统的扁桃腺腺样体的切除手术都会有一个术后疼痛以及出血的问题。那现在因为微创的技术非常进步，我们的止血剂还有我们的健降刀会让手术时间大幅缩短，疼痛度会大幅下降。那小朋友的恢复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快。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非常安心的在休息了。我们来问一下他。Melissa，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我有点肿痛的。但看起来你已经可以跟我讲话，我觉得你非常勇敢哦。谢谢。好了，那你在那边多休息一下。
他现在看起来状态是真的蛮 OK 的。那施医师想问一下，这边术后的话，小朋友什么样需要注意的部分吗？术后的注意事项不外乎就是饮食的部分跟活动的部分。那饮食的部分就是小朋友可以喝一些比较凉的食物，像是吃冰淇淋啊、冰沙或者是一些布丁、果冻之类的比较凉的食物。那如果是一般的饭菜的话，会建议大概1-2周后再做正常的饮食。那在运动的部分的话，2周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像体育课可能要休息一阵子。那至于说我们要减少出血的部分，可以口含冰块，颈部可以放一些冰袋，减少小朋友的术后的疼痛以及出血的机会。那这样子的话，会让小朋友的恢复会更好。好，了解，谢谢施医师。糖糖，姐姐开完刀以后是不是不会再打呼了？姐姐不会再打呼了，这样子我就可以好好睡觉了。